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7月16号礼拜二早上8点32分。大家早上，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今天我们主要从在昨天美国股市道琼创下历史新高以后，台积电在礼拜四法说之前，辉达以及苹果陆续在法说之前针对台积电做新一波的下单。那对于接下来台北股市，不管是新制涨幅，以及我们看到日韩半导体持续追赶的情况，来跟大家做一系列的追踪。那虽然道琼昨天是创高了，不过也是小幅的创高。我们观察到最近感觉中小型股已经有适度活泼的迹象。昨天罗素2000上涨幅度是高达 1.8%， 这个是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川普在13号宾州的造势场上遭到枪击以后，这一波他也在昨天正式提名他的39岁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范斯那很明显要从摇摆州来做着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整个美国股市当前迹象其实已经相对比较稳定。对于政治的干扰不确定性感觉也在慢慢的消除，大家已经开始 price in 认为川普的当选几率逐步升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随着二季度财报的即将公布市场并没有在财报公布前有剧烈的系统性卖压，反而是随着景气的复苏，开始把大型股的资金慢慢的转移到中小型股当中。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今年以来各大资产的绩效表现。今年以来表现最为亮丽的资产仍然是比特币，不过涨幅还是只有3.7%。今年以来比特币最高涨幅还是高达50%以上，这说明着比特币是在众多资产当中，今年在6月、7月表现相对差的一项资产。那美国成长股的 IWF 涨幅高达2%，QQQ 涨幅有2%，SPY 标普500指数今年涨幅是1%8%，即将进入到牛市氛围。黄金价格今年涨幅也有1%6%，说明市场不只是针对景气的复苏做多优先这些大型股，与此同时，对于利率反转的迹象也开始有一定程度的预期。那今年以来，老实说，就连像是总体美国的债券 BND 涨幅都已经来到 1.1%， 那投资等级债涨幅 0.9%， 只剩下长天期公债目前还稍微收跌。那基本上，如果伴随着过去我们对于通膨的预估，很有可能在今年我们会看到所有资产全部正报酬，今年只有涨得多跟涨得少的区别而已。尤其在过去沉寂已久的道琼，昨天上涨210点 0.53%， 收在40211点，这一波创下历史新高价已经撑了很久，从今年3月份以后，基本就在半年线左右持续的震荡。标普500指数的部分上涨15点 0.28%， 收在5631点。纳指的部分上涨74点 0.4%， 收在18472点。费半上涨 2.5 点 0.04%， 收在5777点。四大指数都还在高位震荡，连一点回调的意愿都没有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观察的是，财报对于这些重量级全指股会不会形成指数的重大卖压。我们按照标普500指数在 Q2 的获利年增率，按照 FactSet 的预估值，预估年增幅度大概是 9.3%， 那一季度是成长 8.8%。 现在金融股大部分已经陆续公告完财报，包括昨天的高盛表现也不错。那最近我们看到像是金融股的富国或者小摩财报都优于市场预期，甚至是2022年2季度单季获利以来的最高年增幅，已经连续4个季度都是高速的正成长了，就代表着金融股虽然资金流入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多，但问题是它的财报表现其实也隐含着整体美国的金融环境并没有想象中来的差。那过去我们讲说，在财报季即将到来的同时市场的操作习性都是属于买期待卖事实，就是在财报季公布之前，你都可以有无限的做梦行情，但是当财报以及财测一公布之后，就必须要回归到事实。那现在的问题点就在于我们对于那些大型科技股，那些富可敌国，在高利率时代还成为美国股市重要避风港的科技七巨头它现在来看，针对 AI 伺服器的带货潮，已经足以让它在未来几个季度都保持上行格局，顶多就是
小幅的低于预期，适度的修正，那基本上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系统性回调。那如果现在把焦点重新从买期待卖市时聚焦在一些过去一直遭到放空的罗素2000的中小型股这些公司它的信用比较差嘛，借贷成本也比较高那过去高利率大家都不喜欢这些公司。那随着降息终于在今年下半年到来，有没有可能开始有更显著资金的移转呢？毕竟纳指和费半今年涨幅分别有2%和3%，但是道琼和罗素2000今年涨幅也不过就6%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所观察的方向。有没有可能在下半年迎来新一波的转捩点？我们以7大科技股在整个21年、22年、23年，在这3年当中的资产绩效表现，会发现美股7大科技股21年涨了4成，22年跌了4成，23年涨了7成6%，到24年平均涨幅是高达3成3%。可是把这7只股票给剔除以后21年标普只有涨1成7%，22年跌幅的确比较轻，跌了 8%，23年涨了 8%，24年也仅仅涨了 5%。那说明什么事情呢？也不是说科技股就只会涨不会跌，它跌科技巨头也跌很重但是呢它涨呢会涨得过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把7大科技股想象成指数更大的波动的 FANG 的指数，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理解会比较恰当啦。我们没有讲说7大科技股就永远不会跌，而是说它本身现在看起来波动性就是甚至比道琼中小型股还要大得多。那事实上也很明显，主要还是来自于7只科技股目前获利复苏动能来得最快。那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7只科技股并不是没有衰退过，它是提前进入到衰退，所以它也提前进入到复苏。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呢是美银美林针对7大科技巨头他们公司内部的裁员现象。你看当时早在2022年中旬左右，7只科技巨头就提前进入到裁员资本准结，所以呢由于它提前资本准结，它裁员裁得比当时其他标普百指数的成分股都裁得重，所以呢它的复苏也来得最快，尤其它已经没有成本的拖累。那其他公司呢，你要说他们其他就是剔除这7只股票以后的公司表现有多差也没有多差，但是就是一直很久一段时间1到2年都没有显著的好转，所以导致在股价的涨幅是远远落后于7大科技股当中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年有没有公司是今年有严重收跌甚至出现价值投资点的迹象？其实今年股价破底的全指股是非常多的按照巴菲特的角度，这些股票当中其实有蛮多都可以来做一些留意的，流动性也不错。你像做瑜伽裤的 Lululemon 今年跌幅是4成3Nike 年初到现在跌幅3成2，星巴克跌幅有2成3， Zoom 做那个视讯的跌幅有1成9，麦当劳跌了1成6，康卡斯特跌了1成4， UPS 做货运的跌了1成4，思科也跌了 8%。我们常讲彼得林区的名言嘛，只要公司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那就坚持你的股票。你真的很喜欢这些实业股，你也没有说一定要追求打败科技股，科技指数一定要打败大盘的话，这些股票今年跌幅也算是全指股，也算是有护城河，但是就是跌很重。这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事实上你会观察到，目前不只是标普百指数只要剔除那7只科技股大家的本益比都是低的。以标普百指数来看，目前前瞻本益比大概是21倍，的确偏高，但也没有超过2021年的高点了。但如果你观察标普400中型股和标普600小型股，它的本益比才14倍而已，而且这个14倍它是低于过去10年的均值。顶多说7大科技股有一点贵，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股票其实都没有想象中来得贵。好，这个是美国股市的变化和观察，稍微给投资朋友做些留意。那有没有可能下半年我们终于看到，不能说大型股一定跌啦，而是说由于降息的放水出现，新一波的资金流入到中小型企业。过去资金只有一套嘛，我们到现在为止联准会都还在缩表，都还在高利率环境嘛，所以钱就这么少。那
大型股涨这么多，肯定小型股的资金要流出来。好，所以现在如果有新的水即将放出来，市场的提前预期会不会反映在这些中小型股身上，值得我们多做些留意。那第二个方向我们要观察的是台北股市，台股在昨天呢，中场是小跌了37点，收在23,879点，力守了10日线，成交值还是没有失控放大，成交值大概在4605亿左右。那重点在于外资昨天还在卖，卖得非常凶啊，卖了139亿啊，外资在今年累积买卖超转负值啦，今年变成净卖超了啊，你很难理解哈，今年从18000到24000，居然外资是净卖超。所以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分享过，竟然过去台股的创高是由内资来奠定的，那接下来即便外资没有回补，台股都会创高，你只要外资不要卖太重就好。好，就今年它就累积这个零买超就可以了，台股也会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呢，我们看到台币的部分也是台币在昨天一度跌破到32.6块关卡，完全跌破，昨天最后收在32.57左右。那虽然有一点收敛了，那很明显是央行的稳汇措施，但看得出来，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真的是兴趣缺缺啊，但是它阻止不了内资的强劲。事实上，我们根据 INF 最新的报告，你会发现在2024年第一季各国的人均 GDP， 台湾的人均 GDP 从去年的32440美元已经增加到34430美元，再度逆转韩国的34160美元，也超越日本的33140美元。台湾是这样啦，在2022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超越日韩，成为亚洲重量经济体当中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当中，仅次于香港人均 GDP 的排名。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稍微被韩国给超越过去，但是在2024年又重新的，由于短期内利润显著的拉升，现在又赢过日韩了。所以在台日韩当中，台湾现在的人均 GDP， 台湾人均的产值远远高于日本和韩国。好，这个是给大家做的第一个观察。那第二个观察是过去在新兴市场当中因为韩国算新兴市场，台湾也算新兴市场，中国也算新兴市场。那日本不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过去台湾在新兴市场，由于我们讲的 NACI 系统单的调节使得台湾有庞大的国际卖压始终存在，因为当时给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权重嘛。可是我们看到把2024年彭博社所做的调查拿来跟2021年的6月份来进行对比，你会发现中国大陆在 NACI 的权重开始有高强度的收敛，那台湾的权重几乎翻了1整倍。那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就说如果外资接下来要针对 NACI 新兴市场进行全面回补可能流入中国的金额会跟流入台湾的金额差不多，而台湾的股票就这么少，对不对？1700档嘛，中国市场有多少股票？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台湾的权重甚至都快要比中国市场还要来得大了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多做更进一步留意的方向包括我们过去所提到的台积电纳入到科技七巨头，变成台积8不是这是超级这个叫什么 Incredible 8啦，讲英文比较好 Incredible 8。加入这样的一个品牌链之后有没有可能新的基金的成立，有更进一步资金的涌入，这个是值得观察的。那当然啦，如果台北股市的好转，台湾人均 GDP 的显著上行，那基本上它都必须奠定着台积电的客户能不能有给他更高预期的订单，给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在台积电最近所传来的近几个不错的好消息那就是辉达即将量产的 Blackwell架构的 AI GPU 现在的需求极为强劲，在台积电因为礼拜4召开法说嘛，提前增加 25% 的订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我们都很清楚新一代的 Blackwell 它可能采用的是台积电3奈米制程，那个单价又更高了一点。那现在3奈米几乎是被苹果给 booking 光了嘛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据消息人士的透露称彭博社的研究是表示苹果即将要享受台积电全新2奈米制程的首波产能浪潮，目前已经提前进行试生产模式。那当然啦，你现在生产2奈米一定不可能是 i16， 来不及嘛，2奈米一定是 i17， 那主要是要做苹果的 M5 晶片啦，以及
这个2025年到时候 i17 的量产潮，所以呢，现在大概就是每个月稍微试产一下，跟苹果当中有一些接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观察就是从上游端的伺服器链以及下游端的手机 PC 链来做更进一步的统合。我们根据美银美林的调查显示现在大型科技公司微软、亚马逊、Google、Meta 预估啦，在本季度的财报和财测应该不会调降他们的资本支出，很有可能会持续的上行。4家资本支出2024年总共增加了在2季度就增加了180亿大概总计来看是2000亿美元，年增幅是高达34%。好，所以我们如果 GB200 的效能大幅升级，明年大概是出大概6.5到7万柜左右啦，反正今年现在就是反映明年订单嘛。如果是这样反映的话，那可能2024年会是有一个高峰出现啦，年增幅来看。但是如果是以总计数量，它就是在25年、26年以后，回到每年大概是4%到5%左右的上行区间。那过去我们也提过了，从 AI 目前所发展的阶段，按照过去 OpenAI 的猜想，未来人类经历的 AI 会有5个阶段嘛。第一个就是聊天机器人，好，具有对话的语言的人工智能。差不多就是现在的 ChatGPT。那第2级呢是推理者，就人类水平问题的普遍解决。那现在看起来有时候你问一些问题，他回答的还是没有那么直观，或者没有那么准确，目前还卡在第2级。第3级是代理者，可以取代行动的系统。第4级是创新者，可以协助人类研发更多的人工智能。第5级是组织者，可以完成组织工作的人工智能。所以如果按照 AI 的发展和推论目前其实还在前期，那肯定对于基本资本支出或者是一些基础设备建制链肯定还要更长一段时间。好，但我们过去也跟投资朋友提到，随着 AI 的发展，那上游端和下游端同时发力，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上游端发的力度较为硬一点。虽然辉达在过去 H100、H200 采用的都是4-5奈米制程，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2024年，辉达占台积电营收的比例已经高达1/4，加上 AMD 10% 就已经2/4了。好，所以高阶运算其实已经占比非常非常高了。到2025年，苹果预估从2/5提升到2/6，辉达预估从1/4上行到1/6。那加上 AMD 的话，明年光是辉达加超微，很有可能营收占比就已经完全抵过苹果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4到5奈米在22年、23年本来都还是苹果的订单为主，到24年，我们看到绿色区块，辉达已经超过了苹果，成为台积电4到5奈米制程最大客户。那当然了，苹果并没有跑，它只是把单现在下去最先进的3奈米制程。那我们就看一下 i16 的推出表现为何了。那重点其实在于厂区啦。为什么会聊到厂区？因为呢，我们都很关注的是全球的资本支出你对台积电来讲本次法说特别重要，它调高资本支出，那对于未来展望乐观。可是调低真的也很悲观吗？我们都很清楚过去几个季度台积电资本支出其实并没有更显著的上行但是市场上还是蛮乐意的，原因很简单，你就多发鼓励嘛。你本来前2年就已经建了这么多厂，好，那到底产能虽然不够，但是你前2年已经建了这么多，好，你这个时候再快速的扩大资本支出好像也不太明智嘛。我们举例来说，台积电现在在全球不同厂区目前的技术节点已经应用了。在台湾厂的部分我们看到现在正在极力扩产的一个是高雄嘛，然后再就宝山专注于2奈米即将的试产。台南的部分是集中在3奈米，台中目前还在评估当中目前可能会针对2奈米以下的节点来进行研发。那美国的 Arizona 2奈米、3奈米、5奈米的高性能运算 HPC 基本都有投。那台积电其实在亚利桑那的投资金额是越来越高了，从原本的300到400，现在已经到650亿美元了。现在预估可能会新建第3个厂区嘛，主要针对2奈米来做制程研发，产能每个月大概是5万片左右。那第1个厂才投120亿嘛，本来预估要今年开始投产了，不过延到明年了。现在采用的大概是4奈米技术。那第2个厂区预估要到2028年才会完工，现在已经追加到250亿了。这其实金额蛮庞大了，第1个厂才120，第2个厂莫名其妙到250亿，那第3个厂可能要到300亿、400亿了。那南京厂的部分目前就是持续是成熟制程，表现相当稳定。那预估啦，
有新一波大概28亿美元的资本预算，会用于28奈米成熟制程，在2023年中期已经开始做生产。那现在只有适度扩产没有再更进一步的厂区建制计划。另外一个就是属于日本的部分，日本的一厂熊本一厂在去年第四季早就开始生产量产了。那二厂的部分采用的是6到7奈米技术，预估也是在今年完工，2027年开始运营。那其他你看到像是它合资的 JSM 合资机构，主要是服务索尼和相关的电装设备。那最后就是德国，德国的部分目前环评表现还不错，但因为台积电大概是持有70%的股份嘛，你像是英飞凌、恩智浦大概都持有接近有10% 左右。那因为台积电在欧洲市场它获得的补贴相对来的大，有100亿欧元。那现在才刚开始施工，2027年才会进入到量产。所以我们现在即便今年扩大资本支出那个可能都是2030年以后的量产事情所以不如先等这些厂区先产能开出来，了解一下台积电在海外生产成本到底有多高，再做下一步，的确也是不错打算。所以不管资本支出上行下行，我觉得都不会大幅影响市场原本对于台积电的展望和评价。那重点在于 Intel 和三星的扩产也值得我们留意如果我们观察 Intel 的扩产计划，那就是各点都在投产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虽然各点都在投产，可是今年它还是把单下给台积电，因为3奈米它还是无法进入到量产环节。包括亚利桑那它建立了2座工厂，今年就开始生产，但是目前良率短期内还有一些要调节的地方。新墨西哥州投了35亿，还有投了200亿，奥勒冈州投了30亿，其他像是以色列、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罗马、波兰、法国、欧洲、马来西亚的槟城，它其实都在投所以老实说，这几年花最多钱的反而是 Intel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新一波的现金流进来，那它要怎么继续的进行资本研发呢？这是值得大家观察的要件。那另外一个就是三星，三星目前在国内韩国市场当中目前大概已经投了1510亿美元这个金额相对是庞大，不过它是属于逐年投入它会一路投入到2030年，不是用单一年份的资本支出来做计算。那它在美国的德州厂目前也大概投了170亿，目前也已经开始进行3奈米量产不过良率好不好，看起来没有什么订单嘛。我们其实可以具体观察三星目前在 Q2 的营业利益主要还是由记忆体来做带动那我们当然也很清楚知道，3C 电子产品在过去一段时间虽然受到苹果的显著压制，可是呢，在折叠手机或者以总体市占率来看，按照 IDC 的预估，三星如果是以手机数量来看，仍然稳坐全球排名第1名那苹果呢是总利润来看排名第1这有一点大家可以了解就是一个就是薄利多销嘛各种机款，另外一个就是单一机款，但是卖的贵。三星在这一波 Q2 的营业利率是暴增了14倍。我们看到在23年当时1、2季度每个季度连个2兆韩元都赚不到，跟22年形成显著落差。可是今年1、2季度突然就翻了接近有8倍、9倍这样的高强度的增长，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三星目前的营业利益的显著暴升，它主要还是来自于机器效果。那更重要的事情在于三星电子工会在过去一段时间宣布无限期的罢工，所以导致了三星内部相对比较动荡一点。那我们也很清楚，像是三星应该讲韩国企业最近都在罢工了，现代汽车最近也大罢工。不过呢，它罢了3周以后，最近和劳资双方已经有形成了更进一步的工资协商，达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加薪协议预估在今年整体现代汽车调薪幅度大概是 4.65% 起跳。那三星目前还在罢工会还在罢，不过呢，预估调薪幅度大概也会介在 4% 到 5% 左右。好，那这是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那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现在也在竭力的推升日本半导体，尤其在设备以及耗材的高速成长。我们都很清楚，日本最近补贴也补贴得很凶嘛，台积电大概有接近30%左右的设厂也是由日本政府来直接进行补贴。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具体日本厂获得日本政府的补贴的你像是台积电台积电1厂2厂嘛，熊本1厂2厂，然后美光厂、三星厂 Raptors 是日本国内的厂商JSNC 也是一样，就是基本上每一家只要到日本设厂的企业，全部都有大规模补贴。台积电是补贴算少的台积电你看熊本1厂补贴大概是3%，
熊本二厂补贴是3%7%，美光是补贴3%8%。哦，神送补贴很多哦，神送是做先进晶片的封装研发中心哦，获得了日本200亿日元的补贴，大概占了50%啊。好，所以日本政府也是花了大钱投入到半导体产业当中。那最终所引起的效果也是日本国内部也是有科技业薪资水平大幅跳升的情况，包括过去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及财政刺激，都引起了日本在春斗加薪的显著上行。我们举例来说，日本目前在今年的5月份春斗后的薪资增幅大概是 4.5% 左右。基本上跟三星差不多了，日本每年也会有春斗嘛，就是工会的加薪，所以现在韩国和日本都在半导体带货潮以及景气复苏的情况底下，进行了高强度的全面调薪。好，那问题来了，我们刚才有跟投资朋友有聊到说，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跑赢日韩了，在今年高了大概有1000块到2000块美元左右，可是台湾的薪资你觉得有像日韩这么高吗？我们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均 GDP 在这几年的表现真的算非常非常亮丽了。目前台湾人均 GDP 大概升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大概在全球排名前20。现在人均 GDP 差不多跟北欧我们讲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澳洲的水平差不多台湾甚至人均 GDP 还比澳洲高一点点那台湾的人均 GDP 如此之高，你怎么感觉好像生活水平或者说工资好像没有像国外这么高呢？答案就是台湾的企业利润过高了。我们举例来说，以台湾的人均利润总额来看几乎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那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就台湾人真的很会赚钱，每个人的产出相当之高。可是如果我们以每月的最低工资啦拿来跟海外市场来进行统一对比你会发现就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市场。我们以2023年全球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时薪来大比拼我们讲说人均 GDP 现在台湾是几乎超过了卢森堡和澳洲卢森堡和澳洲平均时薪是112块港元这个是香港媒体所做的调查。英国的部分是102块，加拿大是91块那台湾呢43块。所以你可以观察到的实质计算就是日本和南韩还有59块和57块，你就可以了解到真正的问题根本好像也不是在于台湾的企业到底赚不赚钱，经济景不景气，好像纯粹就是一个利润分配的问题。人家三星那当然是落后台积电，可是人家敢罢工人家敢为自己的薪资追求更高强度的突破。日本呢，每年都有春斗，财政刺激这么久了，通膨进来了，不让我薪资涨真的不行我们看台湾的基本工资今年是已经涨到了27000，可是换算台币，我们看到韩国的基本工资是高达4.6万，而日本的部分则是有4.1万重点是我们的人均 GDP 是赢人家的包括基本工资占人均 GDP 的比值，南韩的部分大概是占了61%，而就代表赚了100万有61万都要分给员工。日本的部分是4×4，要有44万要分给员工。台湾呢3成只有30万所以在台湾做老板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从薪资中位数也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推敲。之所以用薪资中位数是有很多人会想说，哎呀，台湾已经很少人在领基本工资了，很多都是一些外劳来台湾工作他可能要挂一个或者说厂区会给你一个最低工资表面上的这个详核，虽然好像我记得外劳好像也不适用于基本工资但是就是至少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薪资。但是你光要找一份正职只有基本工资，目前其实也不太容易找到，因为服务业在大缺工。以薪资中位数来看南韩的部分大概是9万块，日本大概是9万1，而台湾是4.7万。薪资中位数占人均 GDP 的比率南韩的部分是9×7，日本的部分是9×8，那台湾的部分6成。好，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在各项领域生活成本的极大艰辛。我们举例来说，以每平方公尺的房价来做运算的话，那台湾就很明显高于其他海外市场了。我们把房价拿来跟最低工资的比值，那台湾的比例也会是来得最高的。所以总的来说，台湾的超额利润和它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为现在科技业赚比较多钱嘛，服务业虽然在缺工，可是赚的其实也没这么多啦。那人均 GDP 的快速提高它最终就导致了，由于基本公司和台湾几乎没有，你有看到工程师在罢工的吗？在台湾你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嘛，它就变成了
整体台湾的确是富裕的，但是个体是属于贫穷的阶段。所以我们过去才讲那个最有名的段子，那房东最喜欢涨房租，那租客问他为什么每年都要涨房租？因为物价在涨啊，可是我的工资没涨啊。那房东拍拍他，没关系，你可以找一个工资涨得快的工作。租客说，房东你可以介绍这样的工作给我吗？房东说，当然有，你可以当房东啊。这个时候你就薪资就涨得很快了。但你可以观察到贫富差距的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财富从分配的角度，到头来它还是生产力周期分配的问题。在上一个台湾经济的黄金年代，奇迹1980年到1990年，贫富差距相对来的低，那是因为当时台湾是劳力密集的结构经济，大家的生产力差不多嘛，农民可以去被工厂挖角去做雨伞，也可以被做鞋的工厂挖角去做鞋子。重点是所有当代最赚钱的行业，当时门槛并不高，只要你愿意做，花费不长的时间，你大概就可以学习到一定的技能，然后就自己去开工厂了嘛。所以当时劳动力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源，就会发生抢人大战，工资就会全部一起上涨。你像现在台积电在亚利桑那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过去曾经有很多周刊和报道都有聊到嘛。全世界都在抢 Arizona 的27000名的学生，为什么？因为台积电不止2个厂在 Arizona， Intel 也2个厂在那边，2个厂需要多少的高技术人员结果呢，台积电是从大4开始挖角，发现怎么都没有人因为 Intel 从大2生就开始抢了。台积电现在给 Arizona 的年薪大概是350万台币而已Intel 早就已经来到400万以上了。那隔壁加州更缺人，你想想看，你在 Arizona 工作美国老师说了读理工的大多数都也不是很想做硬体都想要去矽谷去打 code， 你知道吗？像那个祖克伯那样就打电脑就赚钱，没有人真的想要待在工厂里面的他就导致在 Arizona 这个你只要是跟理工背景相关的普通工人目前都是十分值钱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是做一个服务生你在 Arizona 做服务业的，你可能就没办法很尽可能的直接感受到这波科技力的生产力循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实所观察到的具体迹象所以到头来了，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多嘲笑三星那样，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觉得很可怜你有看到工程师罢工要调薪过吗？在台湾你是永远看不到的但是呢人家三星也算是在韩国经济阶层里面算是高薪的工程师族群了吧？人家还不是一样，每隔几年就在罢工，吵着要调薪，所以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啦这个刀本来就是双面刃嘛。好，对，感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那个正经的财经节目啦。对，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应该要正经的好好来跟投资朋友分析一下我们的财经世界那比尔盖茨不是说吗？娱乐不是一个好的商业形式他的解读我的解读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娱乐等同于打发时间，这就很难养成某种特定习惯。我们对于打发时间每一次想要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如果你的客户没办法养成特定的习惯，那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事业，你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就会特别短。所以呢，我们本节目就一直都是一个正经严肃的财经节目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娱乐节目正由于正经严肃，我们才会有匹配正经严肃的收听的网友和观众们持续收听我们节目，对不对？大家都是很正经的人不要讲一些奇怪的事情好，我们看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好，台北股市开盘上涨80点，收在23,959点好，基本就在高位震荡，看起来大家都在等礼拜4之后再说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台湾好像只有航空业在罢工对，因为台湾罢工风景比较美一点不是这样是歧视，对贫富更加扩大了事实上就是如此啦，也提供投资朋友做一些参考啦。我们今天主要是从台日韩目前半导体厂区的建制以及发展来看待台湾市场，到目前为止老实说啦，以总体经济来看几乎是亚洲4小龙当中表现最为亮丽的，香港不用比了吧那日韩今年经济成长率看起来都输给台湾那不只是从增量来看，我们看的绝对体量从人均 GDP 除了香港是比较特殊的例外台湾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已经超过日本和韩国的人均 GDP 了。所以说实在的这几年
年，你说买房的钱、买股的钱，到底是真的钱还假的钱呢？你当然可以把它推给是质押、是信贷来的，可它就是 real money， 就是真的有这么庞大一笔资金无处可投，因为大家赚太多钱了。但是问题是呢，不能讲大家，就是总体来看赚了很多钱，但是多数人呢，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相对剥夺感，贫富落差的这种心理痛感，那它是有实质的实证资料来做支撑的。的确，在台湾产业当中，它就是没分给你这么多钱，所以呢，我们必须承认，在台湾做股东和做老板，还有做房东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好，那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做老板的能力，但是呢，大家都有做股东、房东的能力。参与这个资本市场游戏的方式不一定要亲自去经营，也提供投资朋友做一些另类思考。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